Hello， 大家好，我是议员，相信各位都看到匹配结果出炉了，也就是大家期待已久的248-9面对上960了。但是这一次有一点不太一样，上一次960对上248-9的时候，因为有 Avix 在的关系，所以在那一次 KVK 的时候，可能打的并不是放得很开，又或者是有一些玩家会说因为 Avix 有账号在960，所以你们可能没有打得这么激烈。那么这一次 Avix 已经移民回去248-9了，他还把亚老的账号和豹哥的账号都移民过去248-9了，而且不只是这两个账号而已，有一些账号都被 Avix 收购了。所以这一次960跟248-9打起来呢，希望可以放得开一点啊。同时还有在这场 KVK 里面的，还有包括我们的老朋友1846，也就是巴黎队长啊，大家比较熟悉的，还有包括1262、顶 A 王国1316，还有包括我们的老朋友1188就是 1V 的玩家移民过去的。那么现在我们来上一下数据，到底这一场 KVK 应该要怎样外交？这个数据是来自 Flash 的网站。首先就是如果960跟1188还有1316合作的话，出来的数据会变成怎么样？那显然可以看到，如果是这样子合作的话，他们的战力会比起248-9那边还要更少，但是击杀是比起248-9还要更多的。其实这个算是拉长补短吧，就是战力那边虽然比较少，但是用击杀那边拉回去，但也是要看对方能不能够接受。假设他们是比较看重击杀的话，就会觉得说960这个击杀太高了，就不会接受这样子的分配结果。当然还有另外一个选择，这个选择就是960跟846还有1262合作，但是这样子的分配方式就变成960的击杀跟战力都会比较高，所以我相信248-9也不会接受这样子的结果啦。等于说如果他们是2v2的情况下，不管外交结果如何，960这里的战力或者是击杀肯定会有一项是比起248-9还要更高的，而且普遍大家都认为说960会比较厉害一点，所以可能会想着 1v2v1， 我相信大家肯定会有这个想法，又或者是可能他们外交都有这个想法也说不定。那假设说248-9跟1188还有1316合作的话，其实不管是战力还是击杀都是比960还要更高，换成1846还有1262的话也是比较高，但是他们的击杀没有这么多，相对的战力会比较高，我相信960也是不会接受的。或者是最极端的方法就是 free for all， 但是尽管是 free for all 呢，也可以看到960这里的击杀是比起其他阵营还要更多的，但是其他阵营的战力都比起960高啦，除了248-9。但是 free for all 的话，其实对于248-9来说非常不利，虽然他们的击杀不是最低的，但是他们的战力是在这里全部里面最低的，所以我觉得248-9应该不会选择这个选项啦。最后我在讨论区那边还有看到一个比较离谱的分配方式，就是960跟248-9合作这个我可以老实的跟各位讲，就算960跟248-9能够接受，对方也不会接受啦。你们可以看960跟248-9加在一起，他们的击杀有多么的高，尤其大家都普遍认为说击杀大于战力，重点是大家都想要看960跟248-9打起来，你让960跟248-9合作的话，我们看什么东西？所以在这么多的对比里面，其实比较合理的就是960跟1316还有1188合作，而且1316的国王跟960的国王是认识的，而且1316比较多华人，所以他们一起合作的可能性会比较大一点。但是这样子的结果还是对248-9不利啦，毕竟他们的击杀比较低，就看248-9那边能不能够接受罢了。而且重点是也是要看对方肯不肯跟他们合作，1316可能会跟960合作，但是1188不一定。像我前面就有说过，1188他们之前的玩家就是来自 1V 跟960之间呢有过节，就是互相吵来吵去啦，所以有很大可能就算他们合作了，1188也会选择不出来打架。当然除了1188跟960之间的恩怨之外，还有包括248-9跟1846的恩怨。各位还记得之前248-9、1365、1846还有1175他们一直时常遇到在同一个 KVK 里面吗？而且已经连续好几次都匹配在一起。但是当时候1846跟248-9之间呢就有发生一些事情啊，就双方吵起来了。1846控诉248-9有预先结盟的事情，最后也闹得不是很愉快啊。而且1846跟1316好像之间也是有一点点仇恨啊，这个我不确定。所以我觉得就算他们最后外交结果是这样子呢，1846也有可能选择不打，或者是完全不想要跟248-9合作。哇，这样子很困难呢。不过这个就是国际服的外交方式啦，也就等于说，就算你是多么强大的王国或阵营也好，也有可能其他阵营不想要跟你合作，就算你强制对方也没有办法。所以就看他们要不要放下之前的仇恨，就选择合作了，又或者是960跟248-9这两个王国之间单挑就算了。
那么接下来就是说地图分布由于这个地图是可以让自己去选择要在哪一个出生点的，所以我觉得有很大可能960跟2489是在对面的。因为根据这个剧本来说呢，其实上面这个阵营的争议是最好的，下面是第二。所以假设说他们以黄庭作为考量的话，就会选择这样子，要么就是2489在上面，不然就是960在上面而已。至于左右选择的话，大概率会变成这样子啊，也就等于说有很大可能就是他们会跟旁边的阵营打起来，我们并不会马上看到960跟2489先打起来。这个也算是这个地图不好的地方吧，就是可以让他们自己选择到底要不要打起来。像一般的地图，假设说莉莉丝是分配他们在旁边的话，有可能在关卡4的时候960就跟2489先打起来了。但由于这个地图的选择权是在这些王国的手上啦，所以就变成说可能关卡4会比较无聊一点。如果是跟旁边的阵营先打起来的话，我觉得有很大概率对方可能不会出来打架，又或者是完全打不过几个小时就结束了，就没有什么看点。还有包括大温泉啊，不过我觉得温泉的话有很大可能960跟2489会输掉毕竟对方人比较多。不过也就变成说，如果我们想要看到960跟2489决斗的话，也就只能等到皇庭开放的时候，那样子就要等了很久，而且我也不确定他们会不会大战几天呢有可能打1-2天就结束了，这样子就没有什么看点。当然我这个影片所讲的一些外交结果之类的全部都是我个人的猜测啦，毕竟还没有外交结果出炉，所以我也不确定他们到底是怎样合作，也有可能是 free for all 也说不定。不过我觉得他们这一次的外交结果应该也不会这么快出炉啊，毕竟你们也看到我刚刚做的对比了，不管是战力还是击杀，怎样分配都是会有一方比较高一点。而且还有加上某一些王国之间又有一些恩怨，有可能会选择不出来打架，或者是完全不想要跟他们合作也说不定。但我可以确定的是960跟2489肯定是想要打起来的，所以不管怎样皇庭肯定是会有战斗，但是在皇庭之前有没有战斗呢，这个就不能确认，除非2489跟960真的要搞事情呢，他们可能会在旁边呢，但是会有一方的争议可能就没有这么好。所以不管怎样，最后我们还是要等到外交结果出炉。我相信外交结果出炉的时候，他们前置应该在进行，或者是差不多快要结束了。到时候我们就可以顺便看一下他们前置分数相差多少，尤其是提升战力的时候。说2489跟960之间真的是又爱又恨吧。在之前 KVK 960是打败了2489，但是全球巅峰赛2489打败了960。那么这一次960到底能不能够一雪前耻，又或者是2489能够报仇成功呢？我们敬请期待。以上就是本期内容，所有的东西呢都是纯属我个人的想法而已啦。至于各位有什么看法，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知道。我们下个影片再见。